喝杯水吧。主任，你们都到了。这位就是学子的姐姐。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妹妹叫黄欣。这个学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在自媒体平台上，学子是以知性女性的形象出现的。我们在努力打造一个知性公知领袖人物，以特有的角度切入社会热点事件。说说现实生活中的他吧。执行能力非常强，雷厉风行的。他知性的时候并不多，听上去挺像彩虹屁的，不过这就是真实的学子。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我们公众号粉丝量太多了，抄袭者、跟风者也都很多。所以我们为了保持现在行业领袖的位置，只能时刻保持危机感。但这个学子的压力挺大的。不过他有自我的解压方式吧，比如独自旅行。旅行？实际上，学子每年都会消失那么几次，彻底从人间蒸发，我们都联系不上他。不过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每次失踪前，我们都觉得他濒临崩溃了，但是回来后就是满血复活的状态。所以前不久学子失踪，你们都没放在心上。不是这样的，这次学子失踪是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活动。什么意思啊？最近我们公众号关注量和评论数都有所下降，这就导致一些广告客户选择了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也是没办法，于是就策划了2个黑森林特别活动，其中一个就是学子的失踪。黄欣姐姐，我们一定会全力侦破这个案子，早日抓到真凶。但目前，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尸体已经完全白骨化，所以无法辨认死者。这个是他的衣服。这是我陪他买的，这个是我陪他一起买的。我们做了调查，很遗憾，黄兴16岁左右的时候，父母因为车祸双双离世了。那后来是你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吗？是他照顾我比较多，虽然我比他大4岁，但生活上他更像一个姐姐。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有今天的成绩，完全是靠他自己挣出来的。所以在您眼里，她是一个非常懂得照顾人的妹妹，对吧？他太不会照顾自己了，他经常失眠，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我知道他很焦虑，所以每天晚上他要以喝酒才能入睡。喝酒？他喜欢喝红酒，他喝红酒是以迅速灌醉自己为目的。1个月前，他有没有过想要离家的想法？那天晚上，他的行李箱里装了2瓶红酒。你这次出去要多久？可能10几天，可能1、2个月吧，我也说不好。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没有啊，工作上的事而已。你该找一个好男人嫁了。现在要找一个好男人的几率，比我出门头被花盆砸还低呢。你放心吧，姐，等我调整好状态，我又变成学子了。现在我是黄兴，我也不喜欢这么软弱的自己。哎，等一下。都这么晚了，你还穿短裤，一个人在外面要注意安全，换上换上。我知道了，姐，我只是想逃离这个世界一段时间而已，你放心吧。知道。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了。照您这么说，黄兴会经常一个人出门，是吗？我知道，
网络上攻击他的黑粉很多，所以他需要自己的空间，在他的空间里不需要任何人打扰，包括我在内。看来学子也挺不容易的呀。你们都看到他身为学子最坚强的一面。其实每个人都有 A、B 面，只是不愿意让人家发现而已。这篇关于学子失踪的文章，居然是你们精心策划的特别活动。这也是学子的主意。那天他提着行李走进公司，特地跟我们两个交代了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吗？我总觉得你粉丝人数那么多，万一这篇文章火了，真的有人报警怎么办？有人报警我就出现，出面解释这是一场乌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全民找学子，只要能报，我们以后就能过更好的生活，这没有必要再讨论了。第二个特别活动筹备怎么样了？进展顺利，报名人数超出我们的想象。很好，等我失踪之后，王者归来，再和黑粉面对面的好好聊一下。这2个王炸扔出去，广告商到时候一定会跪舔我们的。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拜托各位了，在我休假期间，千万别联系我。黑粉见面会，你们也知道，学子黑粉挺多的，他们经常发私信侮辱、谩骂，甚至是恐吓他。这要放一般人身上，早受不了了。不过学子不怎么当回事儿，他反而说这说明黑森林已经火了。对呀，黑粉见面会也是学子的创意。他说，与其让键盘侠在背后指桑骂槐，还不如当面和他自己对峙。本以为这些怕见光死的黑粉不会再出现了，没想到报名的人还挺多，大部分都是来看热闹的，真正敢跟他对峙的，也都是想出名的人。能不能把所有黑粉的资料给我们一份？没问题。关老师，关老师，喂，你好。你在整我？给你个机会，到这里来整我。
学子他利用了自己的休假时间进行炒作，并且他还和黑粉面对面的进行开撕，这2招真的太厉害了，热度、流量都有了，关键是绝对吸睛。这些黑粉的回复看了是挺让人心寒的，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不少。但我总觉得凶手不在其中。黑粉啊，我见多了，可黑粉杀偶像这事儿不常见。什么？好，我知道了。李队，怎么了？法医那边来了个消息，队长，医学院有位女助教老师在家中遇害，有性侵迹象。行动。是。这样吧，队长，我去和他们法医部门的人说。不过齐明和安然好像已经回家了，我打电话让他们去。我来联系安然，你去找秦明。那小子还需要找吗？这有尸体的地方，他一定会在啊。各位，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们看到秦明，并且找到秦明，必须立即控制起来。为什么呀？我没有在开玩笑，这是命令。行动。控制。11表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先工作吧，其他事儿一会儿再说。工作没问题，但是秦明的事也很重要啊。什么叫先控制他？为什么要控制他？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们2个遮遮掩掩有意思吗？我关心一下自己的兄弟都不行吗？小安，要说着急，安然比谁都着急。秦明有可能和彪哥的事有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有嫌疑。不是，你们听的什么谣言都信了？说齐明是嫌疑犯，说齐明伤害了彪哥，这么鬼扯的话你们都信？我不信，我也不信。那不就成了？我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证据，也是我给李队打的电话，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是我举报了他。要说伤心难过，安然比谁都严重；要说信任，安然比谁都信任他。但我们是警察，就必须做警察该做的事情。先工作吧。干活。你怎么在这儿？性侵痕迹明显，我没有带工具，只能通过观察做初步勘查。接到通知了吗？回答我的话呀！我没有接到通知，却出现在案发现场。你觉得这不是巧合？你觉得我有问题？这说明你开始长脑子了。秦明，你跟我说句实话，彪哥的案子是不是与你有关？你想我协助调查，但你没有拘捕令，对吧？那你就先让我完成手头上的工作吧。你就在这里，我不会跑。让他做吧，他不会跑的，他目前还是个警察。行，兄弟，我不相信你会做违法的事。感情用事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忌。虽然我不明白你这个所谓的兄弟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但我真心觉得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刑警。既然你们觉得我有嫌疑，你们就应该把我当做嫌疑人。秦明，我们都相信你。我是沿着这边进来的，那么开始吧。窗户外面有铁栅栏，凶手是不可能从窗户跳进来的。门锁也没有什么异常。死者在死前遭受过性侵，不过需要进解剖室，对伤口进一步鉴定。没有连环杀手的签名。整个案发现场只有客厅
有明显的打斗痕迹和血迹。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这个柜子上的血掌纹。这个不会是凶手的吧？这个血掌纹和死者手上的血迹范围一致，应该是死者的。我就知道，我们没这么幸运。或许我们是幸运的，有一个厉害的家伙会帮助我们，或者说，是在利用我们。他知道凶手的情况。好了，我们做初步尸检吧。颈部有大面积切口，暴露了颈内容物，双侧颈动脉、颈颈脉，包括气管、食管，完全断离。颈部周围有大面积血泊，其中一部分血已经开始凝固了。额骨有明显的骨擦印，应该是粉碎性骨折。出血量巨大，尸斑非常浅淡，不易被发现。尸浆还没有在关节处形成，角膜还很透亮。死者的死亡时间，昨天晚上11点30分钟左右。你怎么知道？死者的手表指针不再转动，应该是和凶手在激斗过程中损坏了。上面的时间是11点27分左右。椭圆形的创口，没有创旧，应该不是常见的凶器。从作案手法来看，是电击杀手的可能性极小。不是他，这么肯定？就是他通知我来的。我采集到血液样本，除了死者之外，还有另一个人的足迹，血码是43码。关路未婚，屋内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男性的生活痕迹。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你是43码，但关路刚遇害不久，秦明没有时间换血啊。我没有怀疑他，只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他，我就怕。我们先回局里吧，刑侦那边估计有一堆问题等着我呢。秦明，没事了。这小子干嘛呢？这是他个人习惯，他这样打拍子有利于他思考。思考啥？思考怎么应付审讯？看来还得速战速决呀。就目前掌握的情况而言，彪哥案件，秦明的嫌疑最大。我希望我们所有人放下个人情感，专注案件本身。毕竟，我也不相信这是他干的。我去吧。不都说这小子聪明吗？我倒要看看，他离开了他的解剖台，他还能有什么本事？队长，我也去。一位优秀的刑警，是不会因为个人情感影响办案的。秦明，环境熟悉吧？作为一名法医，你也参与过一部分讯问和询问的工作。行了，老赵，开场白就不用了，咱们直接开始吧。哎，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刚才手在那敲，你在那琢磨什么呢？我是在想，他为什么要叫我去关路家？难道他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你指的这个他是谁啊？你别听他故弄玄虚，有没有这人还说不定呢。首先呢，经过尸检的初步判断，关路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昨天晚上11点30分左右。那个时间段，我刚好在老张小处，林涛可以作证。咱们回去吧。老张，买单吧。好嘞。你确实有不在场证明，但初步判断不能做准。你是通过死者的腕表进行鉴定的，凶手完全可以处理腕表。假设凶手是你，你甚至可以对现场做手脚啊。那就等详细的尸检报告出来之后再做判断。我的足迹分析会证明我的清白。不过补充一句啊，你们的审问还有追问，确实挺到位的。谢谢。严肃点儿。我之所以会出现在那个地方，是有人叫我过去的。他用一个未知号码打给我，通讯记录里面有。手机来之前已经交给李队了，手机的密码
就是我来这里报道的日子。我认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电击案的连环杀手。欢欢，查一下报道日期，解锁。明白。但请尊重我的个人隐私，只看通讯记录。毕竟你们还没有正式的拘捕证吧？缓缓，我来吧。的确有一个未知号码的来电，我明天去电信公司看看有没有收获。李队，我申请参加询问。秦明一直在回答林涛和赵队能想到的问题，他根本不给他们发问的机会，他保持在自己的节奏里。你去问，那能问出什么呢？他知道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那既然我们是明牌，就明到底，让秦明自己分析案情，帮我们完住这次询问。你让秦明自己去分析，他始终是个警察。去吧，谢谢。两位先离开一下，我想跟他单独谈谈。李队同意的。对不起啊，是我进了你的房间，看了你的黑板，还有你的电击装置，我把这些情况如实的汇报给了刑侦的同事。你不用跟我道歉，这是你身为一个警察的本分。那如果我们互换了位置，你会怎么做？当然是和你做同样的事情，然后站在这里，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呢？刚才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杀害学子的人和杀害关露的人是同一个人，但他应该不是电击杀手，但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你是说，是电击杀手把你引到案发现场？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两种可能，一，他是在炫耀他的作品，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如果他真的想炫耀，至少应该会留下自己的痕迹。而对于性侵这件事情来说，本身就是画蛇添足。那第二种可能呢？他想帮我们抓到性侵杀手。他帮我们？没错，这个电击杀手高傲自大，他觉得他做的事情并不是犯罪，甚至是在伸张正义。而对于性侵杀手来说，他抱有极大的敌意。那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他为什么不自己解决那个性侵凶手呢？他是在玩一个游戏，而我呢，就是这场游戏里最关键的一个道具。他享受这种操控的感觉，在他没有玩够之前，这场游戏是不会结束的。所以他是在邀请你参与他的游戏里。他是想看看我需要多久可以抓到凶手，甚至说，在抓到凶手之前有没有被他解决掉。看到我挫败、失落，他会很有成就感。他是想证明他自己比你强吗？他是觉得我永远不可能斗得过他。这个凶手，他很了解你吗？那说一说彪哥的事儿吧。电击装置呢，是我在我母亲案子的资料里尽量复制出来的凶器。由于作案手法比较特殊，我这样做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对吧？彪哥作为受害人，他的证言最为关键。他有指认说，我就是袭击他的人吗？想必是没有。如果真的指认我了，那就不是单单的配合调查了吧？你有作案动机，也有作案工具。彪哥是你母亲当年那个案子的法医，他没有查出真正的死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隐瞒了自己的调查，所以这是一条完整的线索。推理完整，但只要没有我的口供，或者彪哥的指认，那这个推理也只是推理。如果你不承认的话，它确实只是一条推理。秦明，我想帮你。没人能帮我，这件事情只能靠我自己。差不多了，你们可以总结讨论了，我等着。
如果真如齐明所说，性侵杀手和电击杀手不是同一个人，那就解释了这段时间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真正的凶手是电击杀手，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得手的是性侵凶手。其实这个人已经知道性侵杀手是谁，而且知道关露已经遇害，所以他引齐明到他的游戏里来，这就解释了齐明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我还是那句话，把秦明昨天的出行时间表和检验报告拿出来做一下对比，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与关露案无关。齐明的嫌疑解除了，根据足迹分析，嫌疑人的鞋底足迹跟齐明不同，但他还是袭击彪哥的嫌疑人。走。秦明刚才说了一句话，他说电击杀手让他参与到游戏当中去，是不是有可能电击杀手对秦明特别感兴趣？说下去。齐明一直在追查他，是不是说明齐明对电击杀手也很感兴趣？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有点害怕，我怕齐明走火入魔了。主任，主任，您来了。我们部门的人都被你叫过来问话了，我能不来吗？都坐吧，都坐吧啊！我跟彪哥已经沟通过了，他无法确认袭击他的人就是秦明，秦明也没有承认，对吧？我们找到了作案工具，当然，齐明也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李队长，我这个人吧，平时呢只愿意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事儿，刑警的事情啊，我实在是不愿意插手。但是秦明现在是我的人，所以说我有必要表达一下我的意见。既然没有证据，该配合的都配合了，差不多了吧？主任，我们是刑侦，这人有问题，我们就得盯着。这好办呀。安然同志，到。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一刻不离的给我盯紧了秦明，别让他跑喽。配合了吧？既然是配合工作，没有必要停他的职吧？可齐明是警察，他出现在了关露的案发现场，那就让他自己把自己摘出来。这件事情我已经向局领导汇报过了，局里边领导也是这个意思。李队长，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们是同事啊，对自己人总该有些信任吧？仔细的查看询问记录，齐明给的情况非常重要。是。散会。秦明，辛苦你了。你也辛苦了。这次你别怪我。陈主任是你找来的？这2件事我都没做错，我都是在尽自己的本分。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啊。如果你还有精力的话，那一起尸检吧。你的事儿太复杂了，得一件一件解决。走吧。现在是早上8点10分，开始尸检。别害怕，我们是来帮你的。死者头皮高度肿胀，触肢可感受到骨擦音，敲肢有破贯音，说明颅骨多处粉碎性骨折、颅底骨折，这样程度的损伤足以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挫裂创口周围有镶边样挫伤带，创口呈星芒状，应该是锤类钝器多次击打后的结果。
死者颈部创口出血明显，是生活反应，这就说明这个巨大的创口是死者死亡前而形成的，大量出血也足够导致一个人的死亡。创口两角有7、8条脱尾，很浅。多次切割同一位置，导致出现一个巨大的创口，而创口两端也形成了多条皮瓣。死者左侧颈动脉有破口，刺创深达气管，伤到了声门附近的软组织。这种程度的伤害足以让死者失声。从动脉直达气管和食管，凶手的力度不小。会阴部有大量的穿透伤，同样导致大出血。大量穿透伤，如果尸检结果能够证明符合竹签刺伤的特征的话，那么就能印证你说的话，关路案和雪子案是同一凶手所为。合并死因：颅脑损伤合并大出血导致死亡。等一下。竹签纤维，我们先去一趟现场吧，我怕环环一个人应付不过来。你们继续吧，现场交给我和环环。彪哥，你回来了。陈主任跟我讲过了，现在人手紧张，我提前复工。那就辛苦你了。袭击我的人，跟你的身形真的很像。彪哥，秦明已经在积极配合调查，现在没有一条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秦明当时就是袭击你的人。你不用护着他，是不是他我会调查清楚。无论是谁，我都不会放过。师傅啊！我扶。干嘛呀？一回到现场，你只管吩咐，我全都照做，你别累着就行。撒开！我就受点小伤，现在已经都好了，让你说的我跟半身不遂似的。我不是关心你吗？哟，小嘴越来越会说了啊！走吧。哎，师傅，又怎么了？您真觉得秦明是袭击您的人？你觉得呢？我觉得不会，是不是您当时受伤了，产生了错觉？环环，我是老同志，但我不是老糊涂。这虽然背影身形都像他，但我们跟他相处那么久了，连陈主任都说了，我们要相信自己人。环环，咱们天天跟事故打交道，骨头能看透，但你敢说你能看透人心吗？在真凶没有抓到之前，他的嫌疑还是最大。师傅，您在想什么呢？你看啊，相关的物品摆放得当，在这里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一切都是在客厅发生的。所以说，凶手不是敲门而入，而是跟死者一起进入。难道说是熟人作案？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玄关区域没有任何搏斗痕迹。但是死者的血掌印为什么会出现在桌子上？死者穿着外出的衣服，却换上了拖鞋，会不会是？
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当时发生的状况。有点道理。但凶手为什么不在小区外没人的地方动手，非要进门才动手呢？也许凶手是想在关路家找什么东西，图财害命。如果凶手和死者是熟人，那对方为什么不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比如说医学院后面树林里动手？杀了人之后拿到钥匙，然后再入室盗窃。也许凶手是不知道关路家在哪儿，或者是不知道他是一个人住还是跟人合住，所以就跟着他，看看他家的位置，或者是他家有几个人。不排除你说的这2种可能性，但会不会还有第3种可能？第3种，凶手提前藏在房间内。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灭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混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reve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共识，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
我先说好消息，死亡的时间跟你们推断的基本一致，前后误差不超过半个小时。这个时间，秦明有不在场的证明。死者关路，24岁，医学院助教，家住医学院北侧同安里小区503室，两地相距1公里，步行10分钟。尸体情况如何？死者是合并死因，颅脑损伤合并大出血死亡。他的身上有多处的致命伤，凶手呢用锤状钝器反复的击打他的头部，而后再用竹签反复的刺激他的会阴部，导致其大出血。一个人要杀另一个人，会携带2种工具吗？也许是凶手早就想好了杀人步骤，也许是凶手对竹枝有什么特殊的癖好。竹签没有锤子能够置人于死地。总之，不排除凶手会携带2种作案工具的可能性。这跟雪子的制伤工具是一致的。雪子和关路都是单身女性，遇害前都遭受过变态式的性侵犯。但是死者的后背皮肤和皮下组织并没有挤压的出血痕迹，不符合性侵的特征啊。阴道擦拭物的检测显示经斑预示阳阴性。那也就是说，凶手并没有对死者进行性侵犯。其实性侵犯呢，不只是性器官的接触，有一些少见但是也非常变态的性侵方式也在其中。经查验，死者的会阴部有多处严重的穿透伤。这也太变态了吧！我觉得呀，应该是电击杀手在行凶的时候恰巧碰到了性侵凶手，导致电击杀手并没有得手，而性侵凶手呢看到了他的整个作案过程，又看到了濒死的雪子。但他没有施救，反而激起了他的变态欲望。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找到性侵凶手。我担心电击杀手会失忆私刑。根据已有线索，必须立即找到这个人，不管是谁，都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滥用私刑。现场勘验情况有没有发现？有，但还不足以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断定，不管凶手是谁，他对学校的环境非常熟悉。不排除凶手是在校人员的可能性。这关路老师啊，他刚进入社会，他身上还有学生气呢，他对这社会啊没有防备。他这个人啊，对所有人都非常好。那尤其是我们保安室，他时常给我们来送水果呢。你知道我们这些当保安的，这社会地位很低，一般人不愿意搭理我们。那他不一样，他说他爸都是当保安的，就把我们当兄弟姐妹呢。这不到3天时间，就发生了2起命案，我这当保安队长的，我有责任啊！那个，您先冷静一下啊。你要不然就出去，要不然就坐下。你站在那儿很影响我食欲。生我气了啊？你呢，只会让我头疼，不会让我生气。你居然不生我气，是不是心里没有我？亏我把你当兄弟啊！行，那我生你气了，行了吧？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啊？我询问你，完全是尽我警察的本分。那你到底是让我生气还是不让我生气啊？嘿嘿，生气就说明把我当兄弟了。你们俩开小会啊？是不是生我气了？那你告诉我，我到底是该生气还是不该生气啊？哎，谁该讲？坐。进展怎么样了？哦，关路的社会关系其实挺简单的，但熟人也不少，需要点时间进行排查。我有一个想法，说不定是对案情有帮助的。据报人称，他到关路家的时候灯是关着的。是啊。有什么问题吗？熟人来访，灯应该是开着的吧？啊，不对，不管是不是熟人，灯都应该是开着的。是不是凶手最后离开的时候关的灯？据现场勘查，在灯的开关上找到了死者的指纹。死者当时穿着便衣和拖鞋，那他进家门换鞋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会先开灯吧？死者回到家之后，没有来得及换衣服，也就是说，案发时间应该是开灯后不久。那关灯的人一定是凶手才对啊！
难道凶手是戴了手套吗？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不太可能。尸体大量出血，如果凶手戴着手套触碰了尸体，那一定上面会沾上血。用手触摸开关的话，应该会留下痕迹。我想啊，最准确的答案应该还在现场。那看来我们要再去一次案发现场。哎，我看这个时间不早了，要不然我们先回家，明早再去吧。走吧，走吧，走吧。不对劲啊！真的是啊，走那么着急干嘛？难道赶着去和欢欢约会啊？我说的不是林涛。爸，妈，我们回来了。你看，这些餐具并没有被使用过的痕迹。菜还是热的，他们遇上什么急事儿了吗？这椅子都倒了。谁？你看见什么了？刚有个黑衣人过去。黑衣人？不会是那个连环凶杀案的凶手吧？凶手可能还在现场，我先带你出去。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开门！啊 ！Surprise！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林涛，你有病吧？不对，今天不是我的生日。今天是。我连我自己生日都不知道，你又是怎么知道的？秦明找你妈要了你的领养书，费了好大功夫才查到的。我从领养证上查到，你大概是3个月左右被带到斗门镇福利院的。3个月前，你亲生母亲因为羊水破裂被送到了医院。生下你之后呢，医院还没来得及登记她的个人信息，他就偷偷把你带了出来。我查了那个婴儿的血型，跟你一模一样，所以今天确确实实是你的生日。那这个生日会是你策划的？不是，是我拜托林涛策划的。没想到，他还搞出来一个密室逃脱。那你也配合他演，太不像你了。他不是被你感化了吗？虽然我一直想知道我的生母是谁，但是我有我现在的爸妈，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不过还是谢谢你。林涛，你有完没完？不是我，会不会跳闸了呀？跳闸？怎么了吗？我在想，案发当天，关陆家是不是也跳闸了？在第一次现场勘验中，
电灯的开关是处于充电状态。假设你的猜测没有错的话，凶手在作案前关闭电闸作案，行凶之后怕留下犯罪痕迹，所以又把电闸拉开了。那会儿凶手的手上应该已经沾满了血迹，所以很有可能在电闸附近我们能找到印记。清晰、新鲜，这应该就是犯罪分子留下的痕迹，这是重要证据。人为拉闸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也就是我们之前的推论。首先，死者提前到达作案现场，埋伏在这里。死者回家后开灯，发现灯不亮，以为是跳闸，然后换鞋。就当死者去检查电闸开关的时候，凶手悄悄地靠近他，突然攻击了他。死者因为受伤，所以手扶了柜子，留下了血掌纹。就当凶手想要再次发起攻击的时候，死者奋力反抗。但死者手无寸铁，体力不支，而被凶手一击击倒。凶手恐其不死，于是用竹枝对其下部发起了强烈的攻击。当然了，凶手当时戴着手套，而手套上面沾了血，这就让他没有办法去恢复电闸的开关。但他并不想让我们知道他提前到达过作案现场，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开关的问题。于是呢，他摘下了带着血的手套，用手恢复了电闸。虽然冒险，但他赌的是我们查不出他打开电闸和关闭电闸的伎俩。他认为我们不会查到电闸箱的头上。这样解释的话，关于灯的矛盾就全都解开了。提前关掉电闸，看来有周密的作案计划，说不定已经盯上周老师很久了。没错，肯定是熟人作案，而且懂得溜门撬锁的技术。那太好了呀，就大大缩小了嫌疑人的范围啊。秦明，棒。我们到医学院走访，了解了关于学校后林闹鬼的事情。2年前从学校论坛传出来的，散播这个谣言的人呢，是一个叫老大哥的用户。我们通过网监部门查到了这个老大哥的 IP 地址是医学院保安处。对，我们忽视了保安这个群体，其实，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还是把保安当成了我们的盟友。其实保安是最了解学校的地理环境还有监控情况，即便被拍到，也不会被怀疑的。熟人不排除保安群体中有人之前学过溜门撬锁经历。如果凶手是学校的其中一名保安，关路是不会设防的。哎，李队，我还发现这2个死者有一个共同性，说说看。关路和学子，他们都是长头发、大眼睛、鸭蛋脸。你的意思是说，凶手在选择受害者的时候是有针对性的？我认为这是凶手的变态心理养成的过程。可是这2种相似度太过普遍，不具备参考性啊。锁定嫌疑人范围，凶手就逃不掉了。大家累了吧？我去给大家买点饮料。
学子案发当晚，巡逻的保安都有哪几个人？啊，是我们保安一队的，有韩东、孟山、赵石，还有张大师和徐德来。关路老师案发当晚，他们都谁不在岗？他们5个都不在啊，其他人呢24小时在岗。学子案发以后啊，他们5个精神压力非常大，觉得自己有责任，就给他们放假了。这5个人现在都谁在？张大使在，我叫一下。哎，大使你来一下。警官找你。队长。你好，我想问您一下，关路老师案发当晚，你们5个都在哪儿？那天晚上，我们都在宿舍。都在吗？韩哥他出门了，他说去趟医院。你说是韩东？啊，韩哥他身体不太好，他总去医院。韩东？我怎么想也觉得不会是他。为什么不会是他？就感觉呗，他虽然平时不太喜欢说话，但是跟我们哥几个关系处挺好，而且工作也积极，不像是个变态啊。变态可不会把那2个字写在脸上。他平时有没有什么癖好啊？没啥癖好，就喜欢出去瞎逛。啊，不过听说啊，他喜欢去那种据说闹鬼的地方凑热闹。或许，他是在寻找合适的施暴地点呢。去哪儿都没自家门口方便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医学院后里闹鬼的这个事儿，应该就是由他传出去的。他会开锁吧？哎呦，听说他小时候就学过开锁，还准备拿这个当职业呢。前2天还在宿舍里面捣鼓他那锁呢。哎，这警官，您怎么知道这事儿的？他宿舍在哪儿？你在这儿呢。走。啊。哪张床是他的？啊，这个。这么多变态黄片啊！赵队，鞋底的磨损程度和分析对比相符。按这个。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这小子多少有点变态。我们在他的硬盘里翻到的不只是那些黄色电影，他对这个性虐待也是情有独钟。从病历诊断书上可以看出，韩东曾经下体受过伤，导致终身性功能障碍。所以呢？所以他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性行为。这又能证明什么呀？比如说，韩东长期处于生理需求而得不到满足的压抑里，那他只能通过性视觉的强刺激或者猥亵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性兴奋。所以说，性虐待对于韩东来说是他得到满足的重要途径。你干嘛啊？这种话怎么能这么轻松地说出口啊？我们是在讨论案情，希望个别同志呢可以认真严肃地对待。他符合嫌疑人特征。请进。查到了，这个叫韩东的人曾经暴力殴打并囚禁过他的前妻，当地的执法部门留有记录。还有一个情况，他的前妻在坐牢，诈骗罪。来，2位警官喝点茶，谢谢。要不是因为这门亲事，我和我弟也不至于现在僵成这样。你们看，我这只瞎了的眼睛，就是他亲手打坏的。韩东有暴力倾向吗？都是被他老婆逼的。他以前老实本分，不善交际，从来也不惹事儿，跟谁说话都客客气气的。说说韩东的婚事吧。 5年前，我妈得了大肠癌，老太太就想着临死之前能让我弟给她抱个孙子。当时有个客人说他们老家有一对母女，他们家穷的连锅都揭不开。您好，说只要给3万块钱彩礼，谢谢啊，就愿意把闺女嫁过来。啊，我们家胡林呢是初中文化，初中毕业之后啊，他就一直跟着我在家里干点农活。这孩子啊，平时也不太爱说话。 他今年呢25岁了，孩子他爹啊去世得早，所以这孩子的事情呢都是我在做主。妈，我弟也不爱说话啊，那挺好啊，挺般配的，都不用谈。介绍人跟我们说了，
只要给闺女3万块钱彩礼，她就过来。要不我们先给您5000定金，您看怎么样？3万，那介绍人可能弄错了，我们说的是13万。13万，再想想办法。我弟是做保安的，手里有那么点积蓄，可大多数都给我妈治病了。我经济条件也不好，只能借他5万。可我弟呀，可也不知怎么了，就偏偏喜欢上那个胡玲了。后来我们又借了6万，他们俩领了证之后，这钱也就到了赵秀兰的腰包里。很快他们就办了婚事。我弟每天起早贪黑，就想着赚钱，赶紧还账。夜里还得想着造人，就想趁着我妈在闭眼之前，让她抱上孙子。可是事情完全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我回来了。你是不是该洗个澡了？这都1个月了。我想洗。那这碗筷你得。累。也不知道你都累什么了？你这一天到晚除了吃你就是睡。我不舒服。从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我碰都没碰过你，我一碰你你就不舒服，现在连嘴都没亲过。不是，我妈她等着抱孙。哎呀，跟我有啥关系啊？你是我媳妇儿。你要是真不舒服，咱就上医院。你要真有病，我照顾你。我妈她没几天了，咱尽尽孝，让她老人家。哎呦，起来你！哎，我说。你有病吧你！我都说我不舒服呢。你有病？你脑子有病吧？我就有病，我就神经病我。咋的？你跟我离婚呀？离就离。你说的啊？那你先把那13万彩礼钱给退了。不可能！你这一当保安的，这点法律都不懂啊？咱俩都已经同居了，彩礼钱我1分钱我都不退你。那你什么你？赶快滚出去！今晚上不许在床上睡。滚呐！你干嘛呢？滚！我操！滚！有病！你起来！人虽然是救回来了，我弟也废了。医生说，除非做试管婴儿。我妈听说这件事儿，3天，人就没了。后来，我有个客人跟我说，这种事儿就是报警也没用。不是有种说法叫婚内强奸吗？人家胡玲啊，是正当防卫。不，我自己家的事儿，我自己办。我弟呀，也不想报警。后来，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了。你好，是你报的案吗？哎呀，是我。我弟呀，这都1个月没消息了，我是真怕出事儿啊！别着急，咱们先进去看看再说。哎，这怎么这么臭啊？这什么味儿？这是？韩东，韩东，胡玲，韩东。啊？怎么伤成这样？
韩东，你干什么呢你？这都是他自找的。不是，你救他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有一腿啊？你疯了吧你？胡说什么呢？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和他有一腿是不是？你们都欺负我是吧？你先冷静一下。你们都欺负我！冷静点！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韩东已经不是我原来认识的弟弟了。这个犯人的情况有点特殊，身心都受到过极大的摧残。胡冬雨30岁，曾化名为胡玲，她嫁过22个男人。每嫁一个男人，她的搭档赵某都会给她40%的彩礼钱。他们不是母女，是专门骗婚的骗子。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儿吗？是我的事，有结果吗？我们这一次来，与你的案子无关。这次来找你，是想和你了解一下韩东的情况。韩东是个疯子，心理变态。现在提起他，我还在发抖。我不想聊他。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协助警方调查是立功表现。那你们想知道什么？从头说起吧，越详细越好。我跟赵蔚兰是同村的邻居，我俩都是寡妇，但骗婚的生意是他提出来的。还是老办法，不洗澡，不干活，不让男方碰你啊，以免怀孕。要是这男方还是不嫌弃的话，咱就装疯卖傻，逼他退婚。知道。其实韩东这种男人我见多了，一开始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谁想到结婚1个月以后，他非来硬的。当时也是逼急了，顺手拿在桌子上竹签子，就扎了他那个玩意儿。韩东跟疯了一样，一巴掌就上来了，把我给打懵了。等我醒来，你干嘛呀？啊！你给我松开你！你有病吧你！你给我松开！别开我的笑啊！这个是前面还有我的脸。得亏有韩宇，还有那2个警察，要不然我真的被他虐待死。后来法医鉴定，我浑身上下有102处戳伤跟烧烫伤。我现在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他的笑。我真的很庆幸，我庆幸我现在被关押着。我怕出去他会找到我，我害怕他会找到我。竹签，他用竹签对受害者实施性虐，很可能是报复他的妻子、婚姻和不幸的生活。韩东在买妻后遇到了骗婚团伙，遭受了情感和生理上的双重打击。我认为，这是韩东的作案心理。目前为止，我们联系不到韩东，
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可就是没有他的线索。畏罪潜逃了。我们正在调查学子的案子，可这家伙又做了关路的案子，你觉得这是畏罪吗？你的意思是，他已经在寻找下一个目标了？我担心的是，他已经找到下一个目标了。都是长头发，鸭蛋脸，大眼睛。我们那天在医学院后林出现场的时候，韩东在不在？黄文和安然怎么还不回来？不可能吧？是我。出事了！欢欢，我刚去洗手间，我让安然在停车场等我，结果我到的时候人就不见了，然后抱在地上，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如果安然出来了，我一辈子不会原谅我自己。没事没事，我们在，别怕。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给黄黄录口供，我们去看监控，走。没事没事。人呢？就这么消失了吗？还有别的画面吗？这个位置是监控的死角，看起来这个人很了解我们监控的布置。调出车辆进入医院前的画面，前后半小时内所有车辆的出入情况一并调出来。没问题。李队，欢欢口供录好了。好。千明，你放心，除了救护车外，这个时间段的民用车辆一共13辆，其中有9辆在监控的可视范围之内，能够拍摄到驾驶人的画面。还有4辆，其中2辆在出事前离开的医院。意思是这2辆最有嫌疑。马上去查另外2辆车的信息，联系交通部门，我要所有路口的监控录像。好的，好。等我抓到他，看我怎么收拾他。你能不能别意气用事？你还能忍？啊？你是不是男人啊？我告诉你，到时候谁也别拦我。其中1辆车在市里，联系了车主没有问题，另外1辆车出了城。这条路分往2个方向，一边是青岩市，一边是三湖市，没有监控。这人很聪明，走的都是小路。那现在怎么办？多1分钟11倍就多1分危险。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需要冷静一点。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兵分2路，我和林涛走这边，我走这边。是不是搞错方向？没看到那辆车啊！停车！怎么了？你还记得巨人关的案子吗？哎呀，当然记得，那是我们第一次联手，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医学院后林、荔枝园、南城鬼谷街城市废墟，还有安水桥下的排水洞。然后呢？这4个地方都是传说中有鬼的地方，就是那些所谓的都市传说。大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信这些鬼传说啊？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吗？越是这种地方，越容易激起人的犯罪心理。
韩东不是对这些地方都很感兴趣吗？随着他作案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会变得越来越偏执，对作案的地点也会有所偏执。这次与关路案不一样，他是做了计划的，是一次标准的狩猎行为。既然他用了车，那怎么不会选好作案的地点呢？你有把握吗？这一次真的全凭直觉了。走。就那辆车，分头行动。别动！别过来！韩东，你逃不掉的，放开人质！我知道我跑不掉，我杀人了！来啊，开枪啊！你过来啊！来啊！好，来啊！对，疼成这样才爽嘛！混蛋，再来你！来啊！又类似弱，往上挑。他不会很快死，但最具痛感，他会生不如死。好，你不是法医吗？我相信你。没错，但你要记住，动作幅度越大，他会越痛苦。好，我没想到你也好这口啊！那我照你的做好不好？我们来一块儿享受一下好不好？3、2，撞头！别开枪！别开枪！我胳膊断了！刺得有些深，不知道有没有伤到内脏，但失血过多，你要保持清醒。林涛，带着他去医院。好，走，老实点。疼！竟然突然太疼了，我也得见医生，快！别说话，老实点。石表姐，你怎么样？失血过多，轻度昏迷，快点吧。见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
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
患者伤及了脾脏，好在没有完全穿透，失血过多，幸亏送来的及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谢谢医生。你等李队他们吧，我去看韩东。哎，十一表姐都这样了，你去看她。帮我照顾好她。爱人怎么样？没事吧？哎，脱离生命危险了，这麻药就没过。详细情况你等会儿再跟我说。我问你，韩东呢？秦明去看他伤了，怎么这么久没回来？我去看一下。你去吧，我在这守着。你好，我们刚送来的嫌疑人呢？不是带走了吗？带走了？啊，谁带走的？为什么没跟我们说？就是跟你一起带他来的那个警察，签了字带走了，说是带回去调查呀。好，谢谢。学子是不是你杀的？你别想套我话。那个人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快感。为了感谢他，我是不会告诉你们他是谁的。学子遇害的时候，你在场，你看见了凶手对他的行凶过程。行凶，对我来说，那是享受。那天晚上，我看到那个家伙把2根电棍按在那个女人身上，电光一闪。可是我那身皮吓坏了他，他跑了。但是没关系。我拿到了那个女人的衬衫，我控制不住我自己。那天晚上，我看到关路老师一个人回家，我就跟了上去。我不能说了，这些事儿我只能一个人说。虽然我不太理解，但还是非常感谢你的配合。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怎么样，找到秦明没有？现在安然的情况已经稳定了，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尽快找到秦明。我怕他做什么傻事。不会的，他还一直在提醒我呢。我最多就揍他一顿，出出气。你揍谁啊？啊，打人是违纪的，知道吗？喂，臭小子，你在哪儿呢？你听我说，你赶紧把韩东给我带回来。喂，他让我们去一个地方，然后我就挂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确定韩东的尸体被运走了？是的。没想到秦明还有这么一个秘密基地。什么秘密基地？根本就是他准备好的犯罪现场。这家伙事先准备很充分，是变态杀手的特征。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们会勘察秦明的作案现场。真的是秦明做的吗？他是让韩东的视频，还有在现场留下的电击工具，彪哥，有必要吗？秦明根本就没有想要隐瞒任何证据。他不是经常说吗？把该做到的做到了，在法医的环节不能出任何的纰漏。但我不明白，秦明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也许秦明就是为了找到凶手，换句话说，秦明是为了和凶手建立某种联系。那他确实做到了，凶手确实联系他了。他在激怒凶手，吸引凶手的注意力。我的意思是说，全部的注意力。难道秦明把自己当诱饵了？行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别净往刑侦那儿凑。这家伙已经掌握了很多了，看来是这些积案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但是我不明白他把这些留下来是什么意思啊？也许他已经不需要了，电击工具已经调试好了，也要了韩东的命了。但是电击杀手还没有找到啊。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去，我们再去趟民宿，搜查一下秦明的家。你今天约我有什么正事儿啊？不是正事就不能找你了。你们今天去民宿勘察现场了？去秦明房间了？去啦。发现什么没有？明天开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林涛，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所有证据都指向他，我们也只能按证据说话呀。还有，我们有纪律的，是公共场合，别多说了。哎，你别那么冲动，我还得想怎么跟他说呢。我必须当面跟他说清楚，必须说清楚，不然怎么行啊？这样，啊？哎，李队，李队，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我们看看安然。你是想在这儿守着秦明吧？我们已经做好了布控，只要秦明出现，他就一定跑不了。但是你这么做太鲁莽了，回去吧，别影响安然休息。进来说吧。都这么晚了，你赶紧睡觉，有什么事明天说。你们什么都不说，我能睡着吗？下午的时候，我爸妈已经来过了，他们已经告诉我彪哥和环环去民宿搜证的事儿。是秦明又出什么事儿了吗？那个臭小子能有什么事儿啊？随便去，别想太多。我醒过来的时候他不在，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一整天了。你们谁能告诉我他出什么事儿了？你在做手术的时候，秦明把韩东给带走了。等我们赶到，韩东死了。
那确实是有重大嫌疑啊。那人呢？暂时没找到。嬛嬛，现场勘查结束了吗？结束了。现场的物证清单你有做电子版吗？你发我一份。哎，你身体还没恢复呢，这个案子你能不管吗？如果不是他做的，我会替他洗清嫌疑。那如果是他做的，我会让他回来面对他自己犯下的错。他是一个警察，他需要给所有人一个解释。但我也是一名警察，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李队，安然很了解秦明，而且秦明留下的信息也需要安然的参与。好，我答应你，但是你也答应我，不可以感情用事。他留下什么关于韩东的讯息吗？他留下了一则审讯韩东的视频。行啊，从视频看起吧。你不是警察吗？你不能杀人。你是警察，你不能杀人。让我别杀我！别杀我！有意思。秦明会把审问韩东的视频给我们留下，还有这些资料。按照秦明的整理和记录，其实从法医学的角度，我们基本可以还原作案的过程和方式，而且也可以完全确认秦明的母亲不是死于自杀。独特的作案手法往往更利于刑侦的同时查找凶手。也就是说，基案调查已经完全可以申请执行了。那更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只要找到了凶手，从证据上他没有办法抵赖任何一桩案件。即使他不抵赖，我们在证据上也做到了尽可能的完整。彪哥说，秦明制造的电击工具在结果上跟电击凶手极为相似。那如果按照他报告上说的，我们要查找真正的线索就太难了。所以他选择主动出击，挑战凶手，但却用了犯罪的方式。他在等凶手找他。怎么？什么？好，我知道了。护士台说发现了秦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是不是这个人在打听安然法医的情况？没有哎，你确认一下，不是吗？我们不太清楚。好，谢谢。走。既然回来了，就不要忙着走了。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你。只是想来看看你，没想到居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能想到你敢来这儿？好些了吗？我已经没事儿了，幸亏你们把我送来的很及时。那也要小心伤口感染。我看了医嘱，还算合理。再过1周左右，你就可以出院了。大家都想找到你，想找你问清楚。我是不想你因为彪哥还有韩东的事情头疼。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我们是法医，还有很多专业的问题要弄清楚。
你留下来的那些东西，需要你解释一下。在韩东家发现了雪子遇害的衬衫，衬衫上面有2个相对规则的洞，很有可能是电击造成的。我还发现了2处灼伤的痕迹，但条件有限。如果能在电子显微镜下查看到衬衫上是否存在电子颗粒，也就可以判断出凶手的作案工具是电击棒。那顺着这个线索找的话，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凶手的。太被动也太渺茫了，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主动出击。雪子的牙骨上已经呈现出了玫瑰齿的症状。玫瑰齿、蕈状泡沫都是电击死的非特异性改变，但实际上窒息或者是溺死的死亡状态都会出现这2种状态。那电击死的尸体就没有什么独特性的电流斑。凶手在操作电击棒的时候，电极会出现焦耳热，电极和皮肤接触，电流的输入口会形成如同火山形状的痕迹，大概有指甲盖的大小，这就是电流斑。我母亲遇害后，脖子后面有一块皮肤消失了。那这么看来的话，应该是凶手挖掉了电流斑的痕迹。彪哥除了删除键以外，还有最为关键的证据。拜托你们，一定要把所有证据串联在一起。我会尽力的。那我先走了。为什么？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我是一名法医，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必须要做的。我是说，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做那些违法的事儿？那个看似冷漠，实际一腔热忱的人去哪儿了？那个鼓励我、安慰我、支持我，那个秦明去哪儿了？那个告诉我正义和善良的人，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秦明，我是法医，我也是一个警察，我不可能让你走，我不会放开你，我知道你不会伤害我的。对不起，会写通知里的。安然。我真的很高兴，你能做到一个警察的本分，但真的很抱歉，我必须要走了。别担心，只不过是一些镇定剂。你不能再工作了，要好好休息。今天就算是强制性的吧。
好吧，收好谁不要见。舒缓情绪的镇定剂而已，睡觉就好了。照顾好他，所有人注意，目标出现。齐明。 你对爱人做了什么？我只是给他一些镇定剂，他现在需要好好休息。你现在立刻跟我回去。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等我回来之后会跟你解释的。还有事没做完，是不是还有人没杀？林涛，你一直说把我当做兄弟。 这一次你能不能相信我？就这一次。谢谢。林涛，林涛，你没事吧？这不想死别跑。你先别说话，稳住呼吸啊。 玫瑰齿出现了，陈主任，齐明这小子，他的猜想是对的，但也不是电击致死的特异性。按照他的说法，还需要内奸物证。好啊，现在终于可以印证你当初的执着了。如果当年我们能找到答案，说不定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事情了。总算是越来越接近真相了，法网恢恢啊！那我就先按照秦明说的去做病理检查。好啊。喂。好，我马上就过去。怎么了？我得马上去趟医院。林涛被车撞了，但没有生命危险。秦明呢？应该是被撞林涛的司机带走了，可以亮牌了。很好，我们终于见面了。但我们对彼此似乎并不陌生。说吧，为什么杀人？为什么是学子？为什么是我妈妈？是该死，那些都是该死的人。但我并不觉得你该死。可你还是找上了我。那是因为你在破坏我，就像那个寒冬一样。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吗？
我还想问问你们为什么？我杀的人哪一个不该死？包括你母亲。这个世界上干净一点不好吗？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是你，没想到吧？我是你那么熟悉的人，我就生活在你身边。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你？说，你说你为什么要杀人？你说啊，你为什么要杀人？让那个世界告诉你母亲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他们都是罪人。站住！李队，李队，这里。没事吧？我没事。人呢？好了。快见面了吗？是张华。张华。张华，你已经无路可走了。无路可走？我是故意带你们来这儿的。看上面。那个房间里有一个7岁的小孩。半个小时之前，我在这儿装了一个遥控爆炸装置，只要我一摁这个按钮，立刻就会爆炸，整个楼都会塌。我劝你们先救孩子吧。李队，他是在虚张声势。我们不能拿人民的生命做赌注，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也不行。老赵，明白，走。张华是在和我们打心理战，他没有明确的目标，不会滥杀无辜的。别说了。任何人不许再前进一步，否则我一定会按按钮的。这个遥控器的有效距离是3公里，你们不要想着阻拦或者是跟踪我。秦明，下次再见。先救人！所有人注意，黑色摩托车，车牌号龙 BX4099，我要所有路口的监控录像，盯紧这辆车。李队，外面没有人，就一个洋娃娃，张华把他们骗了。所有人上车！嫌疑人进入了监控死角，人已经不见了。前日，有入驻云享微店的商家吐露，无法从云享微店提出缴纳的保证金。云享微店负责人陈晓东、柳云夫妇称是 APP 升级导致，但据知情人士透露，云享微店陷入财务危机，恐难以支撑。消息一经传出，造成市场动荡。昨夜，柳云夫妇在家中遭袭，怀疑与资本败局有关。我们将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请看下一则新闻。连龙帆市最火的创业明星夫妻店都倒闭了，更何况咱俩。一个伤者推着另一个伤者，看来今年的水逆的确比往年多一些。我还好吧，医生说我现在就应该多活动活动，就是别扯着伤口就行。哎，你说，我下半辈子会不会就坐轮椅上？右腿胫骨骨折，左边第3根肋骨骨裂。以你这样的身体素质的话，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恢复了。哎，石表姐，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啊？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有声音吗？一整天了，你们真的把我当空气啊？嘘，好像真的有声音啊。是人吗？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吧，那就随他去吧。啊，对，赶紧走。哎，我都跟你们说过了，以目前收集的证据和线索，还抓不到凶手，所以没有办法，我才和彪哥商量出来这样的对策。
而且我们跟局里领导已经汇报过了，领导们都同意了。按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并没有错。那你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这件事情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了。你还真把我们当外人啊！亏我说出了"你永远是我兄弟"这种话。你看我这个伤，是真的，这伤都白受。当然得是真的，只有是真的，才能让张华相信我变成一个恶魔，才会对我下手啊！我不管，反正我现在觉得，我的心里面的伤好像更大一点。对不起。虽然你说了对不起，但想让我原谅你，我还是需要那么斟酌一下。我又不是和你说的，我是和安然说的。秦明，你个臭小子，你是要气得我得内伤是不是啊？那我就带你拍个片子，看看你有没有内伤。不行，我要跟他理论呢。你别走啦！走。安然，要不要我再跟你道歉一次？不用啊，反正你也已经找到了电击杀人的凶手，你不用在意我们的感受的。是真的。什么是真的？我对你说的话是真的，就像你对我说的话一样，也是真的。我说过什么吗？我不记得了。就是你把我当做嫌疑人的时候对我说的那些话。那你现在又不是嫌疑人了。好，那你等我一下。干嘛呢？我还能躲哪儿去啊？秦明，你干嘛呀？他都这样了，你还欺负他？秦明个臭小子，我要报警！不对，我是警察，我逮住你！快！好，等一下我来找你归案啊。我现在是狱中故意伤害罪的嫌疑人，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了吗？神经病！快，我们赶紧走，跟着一个这个神经病。哎，你是腰间盘吗？你做事风格这么突出啊？让你担心这么多天，实在是想让你笑一笑。那我可告诉你啊，你以后要再让我这么担惊受怕的话，我真的不理你啊！保证不会了。走吧。开始吧。开始什么？当然是说案情啊，难道谈情说爱啊？你和彪哥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是从听到你们谈话的那天开始。你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你作为当时参与的法医，你发现了疑点，但没有查下去，现在反倒是秦明提出了有异常，你有遗憾，你非常迫切的想要解开自己的心结，所以你会介意。安然，你想多了。彪哥，有事吗？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所以你现在是来兴师问罪的？跟我去个地方吧。我怎么这么讨厌你这副没表情的样子，像个冷血杀手？有饭吗？有啊。那走吧。所以你们俩真的去做饭了？我们只是想遵循最基本的社交礼仪，在一个舒适温馨的地方进行沟通。你们俩都是不会沟通的人。你吃什么呀？我们煎了牛排。那你都没有给我煎过牛排，还是我一直照顾着你？所以说啊，煎牛排这件事情确实挺痛苦的，而且挺麻烦的。现做呀？不然呢？你会做吗？当然不会
啊？不过我可以试试。黑胡椒1勺，盐1勺，橄榄油2.5克。那我开始了。那你们俩都没做过饭，做出来牛排能好吃吗？我们是严格按照食谱上的调料剂量，还有煎牛排的时间等等进行操作。那能吃吗？火候的问题。要不点个外卖？哎，我有螺蛳粉。行。哇。行，饭吃完了，说正事儿吧。我仔细看了我母亲当年案件的资料，我记得当年案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鱼虾啃咬伤及表皮，但不会渗到肌肉组织。可我母亲后颈失去的这块皮肤已经渗到肌肉，这是疑点。是的，当年在受害者身上有多块皮肤损伤，我认为是池塘里的鱼虾啃食的结果。但你说的那处伤，我无法解释。我想问的是，这块皮肤你是怎么处理的？我给保留下来了。那太好了。案发的时候我在现场，根据当时的环境，还有我接触我母亲身体时的反应，我觉得死亡原因是因为这个。电击致死。说实话，我觉得还需要其他的佐证。在这里找到的线索就是这些。根据电击杀手的特性，这家伙极有可能以斗门镇为基地，向外辐射性作案。说不定我可以复原凶器，但我需要你的帮助。和凶手赛跑的感觉实在太不好了。毕竟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那如果我们主动出击呢？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爱怎么会不见？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肯
对与错的公式，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湖泊，在荡涤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换悼念？模糊了爱与恨。那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有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换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那你们的行动是从那天开始的？我们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局长，我、李队、彪哥还有陈主任都是知情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凶手暴露，从而阻止他。所以让他不自觉地被你们带着跑，哎，这确实是个办法。让彪哥受了这些皮外之苦，是让他相信我正在慢慢成为他这样的人。我们觉得呀，张华作案追求的是一种纯洁的心理，比如说他不想看见血，也不想使用一些暴力的手段。这种心理让他只认可自己的唯一性，而我的这种行为呢，严重的侵略了他，他必然会有反应。确实是，他对韩东的心理也是一样的。是，韩东对他来说呢是额外的目标，我对韩东下手，更加严重的折磨了他的心理，他必然会对我有所动作。哎，那韩东呢？我给他打了一些镇定剂，他情绪不太稳定，所以我这样做也算是合理。他最好是不要投诉你。难怪那天你身上还带了镇定剂，还给我用上。你是怕我起嫌疑，而我是真的怕你睡不着觉。说完正事我就走。韩东已经转到了看守所，他完全不记得你给他注射过镇定剂，所以这件事情呢，你可以不用放在心上。
我们正在全力搜捕张华。还有，这张照片你看一下，张雅欣，她的父亲是张华。是他。欣欣知我心，本名张雅欣，16岁，癌症患者。他是我妈妈的一个病人，后来这个女孩自杀了，我妈妈还得了抑郁症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母亲跟凶手之间的关联。我们顺着这个关联一直查下去，就一定会找到真相。秦明，我需要你告诉我关于这个女孩你所知道的一切。郝护士长，你想要帮助的病人就是他吗？对，这个孩子16岁，肾癌2年，以前是一头乌黑的长发，但是因为化疗的缘故，只能剃成了光头，而且因为副作用出现面部浮肿，还长出了斑点。您想啊，一个16岁的女孩正是最爱美的时候，所以她现在几乎不跟别人说话，甚至都不敢看别人的眼睛。我想她现在可能是抑郁症的前期症状。如果病人对治疗和药物有抵触情绪的话，治疗效果呢将会越来越糟。是的，副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这样的话，那就陷入恶性循环了。他跟我儿子同岁，正是青春年少最美好的时光。现在呢又是网络时代，所以我想，能不能想一个办法，帮他振作起来？雅欣，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从那天起，我妈妈每天开始加班，她为了这个女孩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诶，你看你笑和不笑的样子差别有多大？你知道你笑容多可爱吗？有吗？当然了呀，你的笑容有一种治愈的力量。雅欣，你脸上有阳光，有笑容，这就是最完美的你，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跟你有同样困惑的女孩，如果她们能看见你这么快乐，那她们一定会振作起来的。你跟我一起帮助一下这些不自信的女孩，怎么样？在征得张雅欣的同意之后，我妈妈注册了社交平台，然后每天把修过的照片和视频发布到平台上做着记录。星星知我心，这个名字不好听。但是可以给到大家信心和鼓励啊，让每一个人都像鲜花一样灿烂地活着，这不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吗？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应该是那个女孩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了。是啊，这成为一个拥有1000万粉丝的网红，她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得到了粉丝的鼓励和支持，这也是她坚持活下去的动力。哎，那女孩后来呢？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听说没过多久，她就自杀了。网络是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你一夜成名，也可以让你坠入谷底。它有正能量，也有人性的阴暗面。这一切都得从这张照片说起。这是恶搞的照片吧？这太无聊了。目前网警正在调查那天的帖子和舆论内容。如果说张华的杀人动机真的是因为他的女儿张雅欣，那他那边应该还会保留着一些线索和细节。张华的餐厅我们刚刚已经查封了，因为这是重大恶性案件，所以里面的东西我们并没有马上查封，尽可能保持原来的样子，这样方便我们多次排查。好，那我跟你们一起去。那我在停车场等你。嗯。我和他们去一趟，我扶你进去休息吧。我也要去。不行，你还没恢复好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我都没事儿了，真没事儿了。那行吧，但你得跟我保证，去了之后不要做什么剧烈运动，就乖乖看着。快走啦，还有一堆事儿没处理呢。你就别去凑热闹了。对，
你看我连拐都拄上了，这可是我对我这一身伤最大的尊重。再说了，我身边还多了一个贴身衣领。少臭美啊！你可清不清？哎，你可忘了我是个富二代呢？嗯，九表姨，如果要去就赶紧换衣服，我的车可不等人。是。哦，伴娘，走走走。张环买下你妈妈的家，在这儿开店，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妈妈是他第一个目标，他买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纪念自己成为连环杀手的开始。放心吧，没事。连伤兵都出动了。他们说了，这叫轻伤不下火线，我觉得很认同。干活。行。把这都拍下来，别放过任何细节。那张华平时就住在2楼。喂，李队，我赵，你们可算来了，想累死我这个老同志啊！华华呢？我在这儿呢，师傅。赶快上来帮忙。好嘞。这张华平时看着这么热情，以为是个很爱生活的人，没想到住的地方这么冷冰冰。可能在他心里的家，已经随着他女儿的离世而消失了。关键证据在里边。4个12伏20安的电瓶，2个逆变器，10个平方的卷制铜线，4根超杆、探针和整流电路。这一看啊，就是他的作案证据。但我们去哪儿抓人？问得好，林涛，问你个问题：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我会跟进我们的网警同事，尽可能的详细汇总当年张雅欣在网络上的行为轨迹和当年的舆情情况，并列出重点人物。我怀疑啊，这就是一起以复仇为动机的连环杀人案，所以我们要尽快排查一切与张雅欣自杀相关的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藏在当年的网络当中。我表示同意。然后呢？无论对张雅欣表现出来的是善意还是恶意，都要排查。善意不重要，恶意才是重点。现在啊，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都披着不同的马甲，各种不负责任的观点，甚至完全相悖的说法，都很有可能出自同一个人之口。也许是因为无聊，也许是想博人家的眼球，但最可恶的，就是假装善良，在接近张雅欣之后，再伤害。我说错了吗？有那么点潜质啊！我们先去一趟妈妈之前的单位，然后调查一下张雅欣出事前的状况。对的，这现实啊和网络叫相互印证、相互补足。咱们啊，先从这2点出发，分头行动吧。好啊，跟我走。是。可以吗？老赵，咱们走。走吧，走吧，走。护士长，就是这2位警官找你。你就是秦明？是，孙护士长你好，我现在是一名法医，郝之云是我的母亲。长这么高了，如果郝护士长还在的话，看到你这么出息了，当了法医，一定会很欣慰的。我们是想询问一下我母亲和她当年一位病人的情况。这个病人的名字叫张雅欣。这个病人是我和你母亲一块儿负责的，所以情况我很了解。那请问，当年张雅欣的病情和情绪已经逐步稳定了，后来为什么突然开始发生改变，以至于最后她选择自杀？当年，大家都很爱护她，尤其是郝护士长，给予了她极大的关心和鼓励，
还有一些来自网络上的陌生人的支持，都让他一步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可是，总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就开始无端端的攻击一个孩子。雅欣，该吃药了，来。我不吃。雅欣，我不听。雅欣，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让回来。雅欣，雅欣，是爸爸。我女儿最乖了，啊，网上的事儿不要看，也不要听。爸爸爱你。护士长没办法阻止那些网友的负面评论。那段时间，张华也在努力帮助张雅欣调整心理，但是孩子的心就像是一道门，我们谁都进不去，除了那个人。黄福雅俊这个名字我很清楚，因为有一段时间张雅欣一直把这个名字挂在嘴边。好久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了。黄埔雅俊，一个不知道真实姓名的网友，我还是有点担心啊。我们都不能做到让他那么开心，但是他做到了。不管对方是谁，我都该谢谢他。那我想请问，张雅欣的自杀和黄福雅俊有关吗？不客气地说，黄福雅俊不是他的救星，是害死他的毒药。走！你们两个走！雅欣，怎么了？这孩子怎么了？张先生，你看一下吧。都是我的错。要是我不帮他注册账号，不把他的照片发到网上，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别这么说，当初你也是为了他好，可结果是恶的，是我造成的恶果，是我造成的恶果。那天，病人家属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干我们这行的，看到那种对我们医护人员充满恨意的眼神就很敏感，我记忆犹新。自那以后，病人的状态就不对劲儿了，他开始失眠、健忘，注意力也没有办法集中，恶化的精神状态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在经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经过检查，精神科刘大夫确诊，张雅欣得了重度抑郁症。张先生，明天的检查是这样安排的，我不想看我女儿从一个科室换到另一个科室，我想看我女儿康复出院。是，我女儿才16岁，她的病已经很重了，她本不该得抑郁症。我理解您，张先生。郝护士长已经尽力了，他本着一颗医者仁心，也希望张雅欣能够振作起来。可结果呢？这不都是郝护士长造成的吗？他把我女儿送进了精神科，他让我女儿成为了全世界的笑话。张先生，您听我说，有人要跳好。雅欣，雅欣，不能跳，不能跳，雅欣，爸爸马上就上来，你不能跳，千万不要跳，雅欣，雅欣，雅欣。雅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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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欣，你醒醒啊！雅欣，让开！雅欣，雅欣，电击！雅欣，患者已经没有心跳活动了，可以宣布临床死亡。护士长，护士长，医生已经宣布死亡了。护士长，护士长。后来办案警员调查时发现，张雅欣被送到抢救室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最后的抢救其实意义不大。医生是不可能眼睁睁地放弃一条生命的，只是没有想到给张华这么大的刺激。这么来看，张华使用电击行凶，目的性很明确。那女孩确实可怜，不能说是网络害死了她，只能说是在她最脆弱的时候遇到了最糟糕的事儿。如果能挺过去呢，就是重生；挺不过去，就会被吞噬。林涛说的没错，最深的伤害往往披着善意的外衣。照目前的线索来看，这个叫做黄福雅俊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张华的下一个目标。希望我们来得及。坊间那边已经加班加点了，很快就会找到这个人。他做了错事，间接导致一个少女的死亡，我们还想尽办法的保护她，你觉得很讽刺，对不对？任何人都是不能逾越法律的，无论他把自己包装的有多正义。虽然我们在保护一个恶人，但我们更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让善良的人相信他，让坏的人畏惧他。经查，这是经过改造的电捕鱼设备，原理很简单，但杀伤性很强，基本验证了我们的推测。郝之云和学子的致死原因是电击。之前秦明坚持说刘斌案和电击杀手有关系，现在看来是有可能。这个张华现在失去了行踪，而且他的手机通讯录没有任何异常，所以我怀疑啊，他现在正在使用另一台手机，而且是用别人身份注册的。很有可能是张华意识到自己露出了马脚，所以不敢回去取那些电击设备。这个张华现在就是个亡命之徒，可以说是极度危险。10年前，刘斌和学子都在网络上攻击过张雅欣，而当时的护士长郝之云跟张雅欣有着关联性的联系，他们都出现在了凶手的死亡名单里。但我觉得，这个死亡名单应该不止这几个人。据知情人士秦大夫透露，这个黄福雅俊可能是死亡名单上的重要人物。那如果张华真的是电击杀手的话，他一定会找到这个人。李队现在正在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柳云，10年前，柳云和张雅欣是同班同学，就是他用黄福雅俊这个账号把张雅欣逼上了绝路。黄福雅俊是个女的，和张雅欣还是同班同学。可他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问问他就知道。如果我们的推测没有错，他很有可能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行动。你是什么人啊？需要钱吗？我可以给你。你还记得张雅欣吗？到底是什么人？
心是我女儿。我女儿选择了那么痛苦的自杀方式，跳楼。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没有放过她。对不起，叔叔，那个时候我还小，我不懂事，我做错了，我早就知道我做错了。柳云，有些事儿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现在，你的时间到了。李队，怎么了？刚才接到个报警电话，定位是柳云家，但是没人说话。这感觉不对啊，叫急救车。哎。先生，我们是警察，听到我说话吗？齐明，赶快去确认一下有没有生命体征。什么情况？没有生命体征了。去查一下别的房间，看看还有没有生还者。好。一会儿你们进去的时候确认一下是否人为断电。是。你看什么呢？看见这里和门口的血迹了吗？会不会凶手也受伤了？也许吧，要等血检结果出来才能知道。但还是别抱太大希望。能够在现场提取到凶手血迹的情况，基本上微乎其微。上来救人！赶紧叫救护车！快！还有呼吸。脚尖上有电流斑，是电击。走，小心点。来，稳着点。这应该不是人为断电，很有可能是吹风机导致的。我们只看见了遇害的柳云夫妇2人，但我记得资料上面有写，他们还有个女儿。房间内没有打斗的痕迹，凶手应该没有进过儿童房。如果凶手是张华的话，他以报复柳云为目的，那不进入儿童房，应该也算是合理吧。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明张华就是凶手。是你告诉我的，做事不要先入为主。没想到这时候你比我还冷静。我一定会亲手把杀害我妈妈的人送进监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你一定会的。这能藏人的地方都搜遍了，难道凶手把小孩拐走了？
找到了。赵副队，哎，赵副队，什么情况？受害者凶手应该就是咱们一直找的那个电击连环杀人案的凶手。这个受害者看着好眼熟啊！云享微店那个 CEO。 嫌疑人在门外安置了无线摄像头，拍下了柳云的进门密码。哎，等一下，这家伙好像受伤了。当时你们都没注意这个情况吗？当时值班员正好去了趟厕所。 李队，他上了高速辅路之后，行向了一条小道。现在我们也失去了他的行踪。然后呢？你别担心，还有机会。至少柳云没有当场毙命啊。希望柳云可以活下来吧。他醒了，立刻通知我。行，好了。哎。 佳佳，看叔叔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还有没有喜欢吃的？哎，对了，啊，这个送给你。佳佳，你真的是太勇敢了，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保护自己。哎，那天，你为什么要躲在草丛里呀？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坏人有枪，妈妈说坏人很多，爸爸让我藏起来的。来，喝牛奶。你不用害怕啦，在这里很安全的。我妈妈呢？你妈妈不会有事的。那我爸爸呢？ 我刚刚呢查了佳佳的初步笔录，和刚才说的基本一致。陈晓东和柳云已经分居很久了，两个人轮流带孩子。在案发当天，刚好是陈晓东把佳佳送回柳云的家里，没想到一进门，家里一片漆黑。然后爸爸说有危险，让他藏起来。藏起来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柳云。别钻牛角尖。那也说不定，柳云那会儿还没有从洗手间出来呢。是个思路。没错啊，而且这个思路顺畅，还不打架。我们呢，就多陪陪佳佳吧，毕竟还是个孩子，没缓过来呢。嗯，尸检就交给我吧。凌晨1点20，尸检开始。死者的前臂有明显的抵抗伤，以及因为搏斗造成的擦伤，还有磕碰伤。死者的胸腹腔存在多处软组织挫伤，伤口不深，没有伤及内脏，不足以致命。中腹部与胸口各有1处刀伤，而且都很深。腹部的刀伤刺中了脾脏，导致脾脏破裂而大出血。
胸口的刀伤刺到了肺静脉，导致胸腔内大量积血。陈晓东应该与凶手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搏斗，但后来却因为伤口失血过多而倒地死亡的。至于凶器嘛，不像是你们在现场发现的水果刀呀，这是什么鬼啊？所以柳云10年前以皇甫的身份，把张华的女儿逼上了绝路。10年以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电商大佬。准确的说呢，是落难大佬。而张华为了给自己女儿复仇，袭击了柳云。目前来看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经常去老张的餐厅吃饭，没想到平时看起来这么老实的一个人，居然是电击莲花杀人案的凶手。这叫什么？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啊！那我宁愿我们不存在。不存在，你就吃不到给你包的香蕉了。存在，存在，存在。佳佳呢？放心吧，他已经睡了。前队那边已经安排给他做心理辅导了。大家辛苦了，我们干活吧。我来说一下死者信息：陈晓东，45岁，龙帆市人，云享微店 CEO， 致死原因是失血过多而死亡。尸检报告我看过了，血验报告上说现场有3个人的血迹，陈晓东、柳云还有凶手。水果刀上也有血迹，但陈晓东并不是被水果刀所伤。那我们就推测，水果刀上的血迹有可能是凶手的。我们的人已经到张华家去搜集检材了，来确认这个血迹是否属于张华。但是现场确实像是入室抢劫。据柳云说，他丢失了3万美金和3万人民币，因为丢失的是现金，性质很特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精确追踪。但现在最令我头疼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凶手的作案凶器。我们根据刀口的形态，可以推断出作案凶器应该是3棱刀具。3棱刀有很多种，用途不一，我们需要对凶器进行更准确的描述。我们在洗手间的浴缸里发现一个吹风机，有可能是吹风机漏电导致保护性跳闸。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我们推测事情应该是这样发生的：嫌疑人通过室外摄像头得知柳云当晚是一个人回的家。取得密码锁的密码之后，进入房间，用3棱刀刺伤柳云，将失去反抗能力的他推进浴缸，把吹风机丢进浴缸之后，使其致电晕倒，而后进行偷盗。但由于跳闸，所以它的触电量变小，柳云没有长时间的昏迷。他爬出了浴缸，拨打了110求救，但由于失血量过多，所以还没有说话就晕倒了。陈晓东回到家里之后，与嫌疑人发生争执，用水果刀刺向了嫌疑人。嫌疑人用3棱刀刺伤了陈晓东，随后嫌疑人逃跑，陈晓东身亡。如果这样说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入室抢劫伤人案。可是，陈晓东的体型比较健硕，张华会是他的对手吗？但是根据案发情况来看，确实比较像入室盗窃。现在我们失去了嫌疑人的行踪。所以柳云的口供就非常重要。我来介绍一下柳云的这个个人信息啊。柳云26岁，16岁的时候离开龙帆市到海外留学，认识了富2代老公陈晓东。陈晓东呢，
当时就职于硅谷。6年前，两人回国创业，创立了云享微店。同年生下了女儿陈佳佳，夫妻两人事业如日中天，婚姻也很幸福。这个柳云的人生简历可以说是毫无瑕疵，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是，但事实上，或许并不像我们表面上看的那样光鲜亮丽。柳云事发前1周，云享微店的系统就出现了故障，3天前，页面无法登录。我联系了经济侦查科的同事，他们怀疑云享微店资金链出了问题，涉嫌违规操作，而且外界媒体也在怀疑，有可能是经济纠纷杀人案。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张华的存在。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张华是凶手，但眼下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张华就是凶手。如果真的不是张华所为，答案应该只有柳云可以告诉我们了。刘女士，关于案件呢，我们需要问你几个问题。我女儿呢？她很安全，只是受到了惊吓。我丈夫呢？抱歉，只有抓到凶手，才能告慰死者，才能让您和女儿未来无忧。我们是在帮你，同时也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那天我很害怕，他穿着雨衣，我看不出他的长相。您看一下，这个人跟凶手像不像？不像。那你见过这个人吗？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凶手行凶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吧？见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混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